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劲爆话题：中国经济这座看似繁荣的大厦，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债务火山上啊！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咱们慢慢道来。先给大家爆个猛料，中国政府首次承认，2023年末政府的法定债务已超过70万亿元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相当于美国国债的1/3，而且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数字。要知道，在中国这个数字游戏的高手那里，真实情况只会更糟，绝不会更好。再看看老百姓的收入，43%的人月收入连1090块都不到，69%的人月收入不到2000，84%的人月收入不到3000。这么可怜的收入，却要背负这么庞大的债务，不得不说，中国老百姓真是世界上最可怜的韭菜了。你们想啊，一个月挣不到3000块的人，怎么可能承担得起动辄几百万的房贷？这不是在逼人跳楼吗？更让人心惊的是，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70%都用来养官，相比之下，美国只有6.9%。这种畸形的财政结构，不就是古代王朝衰败的老路子吗？开始还好好的，后来皇帝越来越昏庸，只能靠养更多的兵和官来镇压。最后的结果呢？老百姓养不起了，造反呗，长街踏进工薪谷。看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大的债务窟窿，中国政府打算怎么填？他们想出了个砸锅卖铁的馊主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地方政府的资产全卖了来还债。可问题是，这些所谓的资产本来就是靠借债堆出来的，有多少是真金白银？这不是在饮鸩止渴吗？更可笑的是，中央政府还在自欺欺人，觉得靠发展就能解决问题。2023年 GDP 增长5.2%，听着不错是吧？可实际上呢，这增长全是假的，房地产都崩了，地方财政入不敷出，23个省份财政缺口超过1000亿，这哪是什么发展？分明是在走下坡路啊！再也给大家算算账，到2024年6月底，地方政府债务42.61万亿，城投平台债务62.19万亿，加起来超过100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每个中国人，从刚出生的婴儿到年过100岁的老人，每人背负着7万多的债务。这要是崩了，那可真是天崩地裂啊！面对这么大的债务压力，中央政府慌了神，开始想方设法化债，发了1.5万亿特殊再融资债券，把债务期限拉长，甚至让央行开始买国债。这不就是变相印钞票吗？通货膨胀还会远吗？人民币会不会变成新的冥币？最可怕的是，这些做法都是在掩耳盗铃。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欠这么多债？还不是因为中央政府权力太大，地方没有自主权。地方官员只顾 GDP， 不管后果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，谁还管得了他们？说白了，这就是中国体制的大问题。不彻底改革，这债务黑洞就永远填不满。可谁敢改革，谁又能改革？大家想想，这么大的债务压力，会不会引发经济崩溃？会不会导致社会动荡？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失去的30年的覆辙？这些问题，恐怕没人敢去深想。但是，作为普通老百姓，我们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啊！说到这儿，再也不得不提醒那些还在为中国经济歌功颂德的小粉红们了。你们整天吹嘘中国的高铁、5G、电动汽车多么厉害，殊不知这些所谓的科技成就背后，都是靠疯狂举债堆出来的。等着瞧吧，等债务危机爆发的那天，看你们还怎么洗地。再说说那些号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官方说法。都2024年了，中国经济都烂成这样了，官方还在那儿死鸭子嘴硬，这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？从2023年混到2024年，中国政府竟然还在公开讲
中国经济是在稳中向好，这表现真的是公开不要脸的，简直是太稳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中国经济已经失去了动能，制造业在萎缩，消费在下滑，出口在减少。唯一支撑经济的就是政府不断加杠杆，不断借新债还旧债。这不是经济循环，这是庞氏骗局啊！更让人绝望的是，中国的年轻人本应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，现在却成了躺平一族。他们不结婚，不生子，不买房，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。年轻人都躺平了，中国经济还能指望谁？说到房地产，那可真是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。多少年来，地方政府靠卖地，房企靠卖房，老百姓靠买房，吹出了一个巨大的泡沫。现在泡沫开始破裂了，房价下跌，楼盘烂尾，地方政府收入锐减。这个产业链一旦崩溃，整个中国经济都会跟着崩溃。再来看看中国的金融体系，表面上看，中国的银行业很稳健，不良贷款率很低。可实际上呢，大量的坏账被隐藏在影子银行系统中，被包装成各种理财产品卖给老百姓。一旦发生挤兑，整个金融体系都会崩溃。还有中国的人口问题。2023年，中国人口出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。未来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要养活越来越多的老人，这个人口结构怎么可能支撑起强大的经济？再说说中美关系，中美对抗加剧，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越来越严厉。没有了高科技，中国制造业怎么升级？没有了外国市场，中国的产能过剩怎么解决？这些问题都是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最近，在野还听说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。据可靠渠道透露，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发不出工资了，有的地方甚至开始变相克扣公务员工资，比如强制捐款、延迟发放等等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地方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你们想啊，连给公务员发工资都成问题了，那老百姓的福利保障还能指望吗？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种财政危机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。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，公务员就没钱消费，商家就会亏损，税收就会减少，地方财政就会更加困难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！而且别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穷县僻壤，据在野所知，就连一些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都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。有的城市为了筹钱，甚至打起了公园文物的主意，这不是在挖祖坟吗？说到这儿，再也不得不提一个更大的隐患——养老金危机。现在的年轻人每个月缴那么多养老保险，到他们退休的时候还能领到钱吗？按照目前的趋势，2035年左右，中国的养老金就会出现缺口。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辛苦一辈子的老人会无钱可养。还有教育问题，现在的教育投入很大一部分都是靠地方政府，地方财政都这样了，以后的教育经费从哪里来？是不是又要加重家长的负担？本来现在的家长就苦不堪言，如果教育成本再上涨，那不是要逼得大家都不敢生孩子了吗？医疗体系也是一样。现在很多公立医院的收支都不平衡，靠政府补贴维持。地方财政吃紧了，这些补贴从哪里来？是不是要提高医疗费用？那老百姓生个病，岂不是要倾家荡产？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。经济不好，就业就会受影响，失业率上升，社会矛盾就会加剧，社会不稳定，外资就会撤离。资金外流，人民币就会贬值，货币贬值，通货膨胀就会加剧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！有人可能会说，中国不是还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吗？可是这些外汇储备真的能随便用吗？
大部分都是美元资产，一旦大量抛售，美元就会贬值，中国自己的损失反而更大。这就像是一个金箍，看着很亮眼，实际上却把中国的经济政策束缚住了。还有人可能会说，中国不是还有一带一路吗？可是这个所谓的世纪工程，实际上是个超级烧钱的无底洞，多少项目都是亏本的，多少国家都还不起钱，最后还不是要中国老百姓买单。说到这儿，再爆个猛料。据说现在很多中国富豪都在想方设法把资产转移到国外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不是因为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了？你看看，连最有钱的人都在准备后路，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好幻想的？总而言之，中国经济表面上看似繁荣，实则千疮百孔，随时可能崩溃。这个债务黑洞不解决，迟早要出大事。作为普通老百姓，我们能做什么？第一，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，不要轻信各种高收益投资，那些往往是骗局。能省则省，能存则存，未雨绸缪。第二，提高自己的技能。在经济动荡时期，只有真本事才是保命的资本。多学几门技能，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力。第三，保持警惕。对官方的正能量宣传要有辨别能力，不要被蒙蔽了双眼。多关注一些独立的经济分析，培养自己的判断力。第四，做好最坏的打算。经济危机随时可能爆发，我们要有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。比如准备一些应急物资，学习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等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记住，关注在野说，让你更懂中国经济。下期我们聊点更劲爆的，咱们不见不散。